从徐爱与徐爱录解锁阳明心学智慧，我们是否曾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茫徘徊，苦苦追寻内心的方向？是否渴望汲取古老智慧，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寻得一片宁静港湾？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王阳明的世界，尤其是他与得意门生徐爱的故事，以及那蕴含着深刻哲理的徐爱录，探寻那些能为我们现代生活带来启迪的智慧之光。在明代思想的璀璨星空中，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之一。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，广收门徒，一时之间追随者数以千计，在传道始发地余姚就有数十名亲传弟子，而在全国亲传弟子多达300多人。这些弟子在王阳明的悉心教导下，思想境界得到极大提升，其中有3人被尊称为王学之义，他们在传播阳明心学的道路上贡献卓越。这3人便是徐爱、钱德洪和胡汉，而徐爱更是被誉为阳明之颜回，足见其在王阳明心中的特殊地位，以及他自身出众的才学与品德。颜回作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，在3000弟子中脱颖而出，孔子唯独称赞颜回好学，称他不迁怒，不贰过。可惜颜回英年早逝。徐爱被比作颜回，一是因为他是王阳明最早的入室弟子，且深受喜爱。在古代，入室弟子的选拔极为严格，徐爱凭借自身优秀的品行和认真的学习态度，赢得了王阳明的真传。讲学之时，他负责维持课堂秩序，师弟们对他十分信任。二是徐爱与颜回一样，寿命短暂，31岁便离开了人世。王阳明痛心不已，常称徐爱为吾之颜渊也。师徒2人情谊深厚，徐爱品学兼优，却如颜回般过早离世，令人惋惜。徐爱出生于成化23年公元1487年，比王阳明小15岁。他自幼聪慧，长相英俊，浑身散发着不凡的才气与君子之德，是众人眼中的谦君子。他与王阳明的缘分奇妙而深厚。弘治16年到17年间，公元1503至1504年，徐爱娶了王阳明的妹妹王守让，成为王阳明的妹夫。3年后，即正的2年，公元1507年，他拜王阳明为师，成为最早的入室弟子之一。徐爱虽才华横溢，爱情美满，得遇恩师，却命运多舛，英年早逝，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。但即便如此，在短暂的31年人生中，他依然做了许多意义非凡的事。正德3年，公元1508年中进士后，徐爱在政坛活跃近10年，担任过齐州太守，经历了明朝中期的刘6、刘7之乱。他心怀天下，提出10条改革措施，涵盖国家财政、奖惩、礼仪、教育、军队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他秉持人性本善、天下一体的为政理念，认为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感化，即君王以德行感化臣民，臣民自然效仿。这一理念深受王阳明影响。徐爱曾就成圣贤的大志与孔子成人的关系请教王阳明，王阳明的回答让他铭记于心，并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始终践行克己，先管理好自己，再去感化百姓。在传播阳明学说方面，徐爱更是不遗余力。他以身作则，践行知行合一、致良知等观念，为阳明学派奠定了组织基础。王阳明讲学，他认真倾听，还积极活跃讲学氛围，吸引更多人前来求学论道，增强了学派的影响力。此外，王阳明与徐爱志趣相投，他们都喜爱幽静的环境，曾同游山水，吟诗作对。从他们的诗句中，能感受到2人对恬淡自然生活的向往，以及远离世俗纷争的心态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积极入世，
用学识和能力造福百姓，为国家社稷贡献力量。徐爱去世后，王阳明时常怀念他，讲学不被理解时，更是思念与徐爱探讨学问的时光，还会带着其他弟子去徐爱的墓前敬酒，以寄思念之情。作为王阳明的入室大弟子，徐爱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和推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。王阳明的心学为当时的学术文化带来新的活力，但也引来了诸多反对之声，尤其是朱熹理学的门徒。嘉靖2年公元1523年的科举考试中，主考官公然在考题中指责王阳明，称其为小人，要求学子抵制其学说，可见当时王阳明学说遭受的争议之大。然而，徐爱坚定地站在老师身边，不为外界的攻击所动摇。为让更多人理解王阳明的学说，他从正德7年公元1512年开始整理《传习录》。这一年，他与王阳明一同乘舟归岳，途中讨论大学内容，徐爱深受启发。回去后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一卷书，命名为《传习录》，供其他弟子传阅学习，希望帮助那些无法时刻聆听王阳明教诲的学生，领略阳明学说的精髓。徐爱编撰《传习录》，一是因为王阳明的学说思想深邃，他自己虽在门下聆听教诲10多年，仍觉未能领会精要。刚接触时觉得容易，深入探究才发现高妙。初看时觉得粗浅，越钻研越感精深。一些学者仅凭一面之交就主观揣度，攻击王阳明的学说，而众多门生也常常对王阳明的教诲吸收不足，遗漏甚多。基于此，徐爱将平日听到的教诲记录下来，帮助同学们深入学习，希望大家以这些语录为基础，相互探讨，领会其中的奥妙，不辜负王阳明的教导。徐爱编撰的《传习录》为阳明门下众多弟子提供了珍贵的学习资料。据阳明年谱估算，王阳明的亲传弟子至少有178人。从各地地方志排查来看，亲传弟子超过300人，事迹详细可考的就有278人之多。这些亲传弟子多为国家栋梁，他们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不仅作为理论，更作为指导现实工作的宗旨。随着这些门生步入仕途，走进学术界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《传习录》，众多阳明学子将自己的听课笔记增订其中，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上中下3卷。可以说，没有徐爱的推广，王阳明的学说难以像后来那样广泛传播。在现在流传的《传习录》版本中，徐爱录作为第一部分，收录了徐爱所录的14条语录。这些内容包含了王阳明关于心即事理和知行合一的相关论述，是王阳明早期思想的真实记录，对于研究王阳明思想具有重要价值。在徐爱录的引言中，徐爱讲述了自己接受阳明学说的过程。当时王阳明的学说尚未广泛认可，徐爱起初也心存疑惑。那时的学者大多推崇朱熹对大学的解读，而王阳明对大学的解读与朱熹大相径庭。大学成书早于汉代，流传过程中存在不少断简残篇，内容和结构较为凌乱。程颢、程颐对其重新编撰解读，朱熹认可二程观点，不认同汉唐以来儒家大师的看法。他解读的大学被称为新本，之前的版本则被称为古本或旧本。王阳明却认为旧本才是正统，新本解释有误。这一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念冲突。徐爱刚开始听到王阳明的这个观点时，十分吃惊，毕竟他最初对大学的认知与主流一致，因此第一反应是怀疑王阳明的看法。但他没有盲目排斥或信服，而是抱着求证的心态，亲自找出大学新旧版本，仔细参照比较，将整理出的问题与王阳明探讨。经过一番深入思考和交流，他发现王阳明的说法才是正确的。
学习大学应以旧本为准。这一过程对徐爱来说是一次认知上的巨大颠覆。他不禁称赞王阳明的学说经得起时代考验，纵使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会认可。从这段引言中，我们能看到徐爱不盲从、敢于提问、善于思考的学习态度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徐爱录的内容焦点在于对大学的解读。接下来当我们深入学习徐爱录的具体内容，便能看到王阳明针对大学提出的独到解读，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心学智慧。这些智慧犹如一盏明灯，或许能照亮我们在现代生活中迷茫的内心，帮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，以更加从容的姿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让我们怀揣着对智慧的渴望，一同翻开徐爱录，逐字逐句品味王阳明与徐爱的思想碰撞，从他们的问答中汲取养分，将古老的阳明心学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。在探寻的道路上，相信你会收获全新的感悟，让心学智慧真正融入生活，成就更好的自己，拥抱心学，走向美好人生。